还有什么路？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黑人问号那些产品为什么那么红。那这支影片呢，其实是跟小米、Tiffany、Gina 跟 Katie 我们一起讨论出来想要分享的主题。因为我们平常都要试用很多产品嘛，那可能有时候哪些人试用到哪些产品，他觉得很不错，然后我们就会聊天。可是其他人其实并不这么觉得，所以就是蜜糖跟毒药的理论。有些人适合的东西，有些人不一定适合。所以今天呢，就是要把5个我们自己用了觉得没有办法体会它到底为什么那么红的产品，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雷品，分享出来给大家。那这也是我第一次以雷品为主题来做分享，所以其实我有一点小小的紧张，因为我一直觉得雷品这种东西，其实并不是说那样东西非常非常烂，对每个人来讲都很烂，不是，而是每个人适合的东西本来就不太一样，所以对我来讲，雷品仅仅只是不适合适用在我身上而已，并不代表它不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今天分享这5样产品，如果刚好有是你们心目中的最爱的话，也许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不要太过的愤怒，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一个比较理智的状态来看这支影片。好，那关于这5个雷品的部分呢？我现在真的很紧张，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分享我第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那么红的产品吧。那我们先从专柜产品开始来分享好了。首先要分享就是这瓶雅诗兰黛的特润眼部修护霜。这瓶拿出来，应该有很多人会纳闷说，它不是超级红吗？有很多人的最爱眼霜都是它。是这样说没错，其实我当时也是抱着这个心态，就想说，那么多人推荐，那我来用看看好了。但是你们看里面，我其实是用光的状态。那既然用光，为什么还要把它归类在雷品呢？就是因为用光了，我还没有感受到它对我的眼周的肌肤有任何改善，还是变得更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觉得很黑人问号。就这瓶眼霜它到底在红什么？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就用了之后，我也不觉得我眼周的干燥有被改善，或者是上妆过后眼周容易凯纹的现象有被改善，都没有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是擦了国王的眼霜吗？就没有任何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眼霜这种东西，只要它有用，你最有感的时候就是在你上妆过后，你眼周这一块真的比较不会产生一些凯纹还是皲裂的现象。但是这一瓶我真的觉得我用心酸的，我还觉得说，刚开始用几次我就觉得没有感觉，然后我想说算了，多给它一点时间好，然后我就慢慢的用，慢慢用，不知不觉用光了，我还是没有感觉到眼周的任何改善，所以我就真的很纳闷说，一瓶也要2000多块的眼霜，但是完全没有任何感受啊！那我就觉得真的很奇怪，这瓶眼霜到底在红什么？所以，我只能够说，就是保养品这种东西真的是见仁见智，你必须要是自己真的试过之后，你才有办法去体会说它好还是它对你本身的肤况可能来讲不适合。所以这瓶是我自己近期用完觉得还蛮黑人问号的眼霜，因为一旦你用过有感的眼霜之后，你就可以去比对出，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比对。那这一瓶就是我真的是用光，我还没有办法感受到它到底哪里厉害哪里好用的一瓶眼霜。再来让我一样很黑人问号的第2样产品是一瓶专柜底妆，那就是 YSL 的恒久完美无瑕粉底液。这一瓶刚上市的时候，其实造成蛮大的轰动啊，很多广告啊什么的。那其实我还蛮喜欢哦，我忘记是它的前身还是他们家另一款粉底。那一款粉底的简称叫做太空粉底，然后它的包装呢一样是方柱体，只是它是黑色的边边，中间是透明镂空的状态。总之包装跟这一瓶有点异曲同工之妙。那一瓶我自己用了之后还蛮喜欢，因为它的质地很水很轻薄，然后它是那种比较半雾的妆感。我自己觉得以我那种混合偏干的皮肤，在夏天来使用是还蛮清爽，而且有一些持妆的作用。那我就觉得一样是主打持妆，这一瓶我来用也许也会适合吧。但我实际用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怎么会就是持妆没错，就是它会有那种半雾的感觉，可是它超级干就是它在我这些比较干的部位，即便我做了再多的妆前保湿，刚上妆不到1-2个小时，像我这边比较干燥，没有，它马上就会产生那种有点干皲裂的状态，还有我额头这边干纹也是比较明显，就一上妆之后就会变得更加的干燥，我就觉得不上妆还好，一上妆反而变得更加恐怖的感觉。所以这瓶粉底液我自己觉得我的肤质用完之后看起来还蛮可怕的。那它的质地呢是这种比较稠一点的质地，它跟太空粉底的质地完全不一样。太空粉底的质地是比较液态、比较水、很清爽那种质地。那这一瓶呢，你可以看到它还蛮稠的，对不对？然后只要一点点，
说真的，它遮瑕度是还不错啊，但就是它的妆感相对也会比较厚一点。那通常来讲，你用到一瓶好的粉底，它应该是要让你的肤质看起来更完美、更细致。就比如说，可能有毛孔的地方，它可以修饰毛孔，或是有纹路的地方，会让纹路变得不是那么明显，你整个肤质看起来会很细致、很平滑。但这一瓶我自己用完的感觉不是那样子，像我的脸下半部这边又干又油，所以就是那种皮肤的纹路感会比较明显一点。那用这瓶粉底之后呢，它没有那种填平你毛孔，就是还是纹路的效果，而是会直接陷进去你的纹路里面。所以这瓶粉底液我自己上妆过后，它会让我的纹路马上就跑出来。总之就是干的地方看起来很干，然后眼周这个地方它就完全陷进去，它完全没有让我的肤质看起来更无瑕、更细致的感觉。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黑人问号的，就是这瓶底妆怎么用起来会是这个样子呢？那其实我有几次想说，会不会是我妆前保湿做的不够？其实我给他很多次机会，那我就是会加强妆前保湿，甚至在妆前我会做敷脸的动作。可是，即便加强妆前保湿之后，它用完还是跟我刚描述的情形是一样，就是看起来很干，纹路变得很明显的感觉。所以我就想说，应该不是妆前保湿的问题了吧？总之，这瓶粉底液我觉得非常不适合我的肤况。那在持妆度的部分呢，以我的肤质混合性偏干来讲，我的两颊跟额头都是偏干，然后鼻头下巴会小出油。可是我在夏天非常流汗，我就是一个汗衫阿伯，我这边会出超级多汗，还有额头这边都会滴下来。那通常来讲，这种诉求持妆的粉底，在夏天碰到一些出油出汗的情形，不是应该都要转化为一个很迷人的奶油肌吗？可是没有它没有让我感觉到迷人的奶油肌，就是汗的地方还是汗，就一滴一滴的在这边，但干的地方还是干，纹路的地方又更加加深，所以带妆时间一拉长，我的脸上会更加的惨烈。所以这一瓶，就是近期让我最黑人问号的一瓶底妆。再来第三样也是一样专柜的产品，那就是倩碧的娃娃烫睫毛膏。倩碧的这款娃娃烫睫毛膏前几年造成还蛮大的讨论，大家都在讲说专柜的睫毛膏就是要买倩碧的娃娃烫睫毛膏。然后几年前可能我还年轻嘛，我就想我用那有多厉害，那我也来试试看。就我一试，我想屁嘞！我刷完当下，我真的是很想把那一支睫毛膏给折断。然后因为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那因为拍这个主题，所以我就想说，娃娃烫睫毛膏它会不会改版？也许改版之后会更厉害吧。然后我就去买了一支回来，但用完之后还是屁嘞，根本就一点都不烫。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睫毛是粗硬，然后又脆，所以我如果要让我的睫毛看起来很有精神，它那个定型效果、卷翘效果一定要够强。那我就想说，它既然说它是娃娃烫，它刷完之后应该要让我有像芭比娃娃的眼睫毛，要很翘、很有精神那样。可是没有啊，它一点都不烫，我刷上去睫毛还是这样子的状态。我就想说，我刚到底刷什么东西啊？就是浪费我的时间，我还要先把我的睫毛给夹翘，然后再刷睫毛膏。结果刷完睫毛膏之后，我的睫毛就毁了。它的刷头啊是这种比较细一点的刷头，其实我觉得单从外观来讲，会觉得它应该蛮好用，可能刷起来会很纤细。是啦，是很纤细，没错啦。可是它一点都没有定型的作用，所以如果你的本身的睫毛跟我一样很粗很硬，然后又垂的话，不要笑想这支唇膏可以给你多好的卷翘效果，它用起来一点都不效，用起来你的睫毛还是阳痿的状态，所以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它到底烫在哪里，娃娃烫在哪里，没有啊，超级黑人问号啊！然后一支睫毛膏还要700-800块嘛，我没记错的话。总之我是为了拍这个主题，然后我几个月前又去买了这支睫毛膏，我想说再给它一次机会好了，也许可以翻盘。不，它还是没有翻盘，它还是依然被我压在最底下，排名最后面的睫毛膏。我就觉得一支700-800块的睫毛膏居然是这样的妆效，那我不如就去买一些开价200-300块的睫毛膏，还比较好用。所以这支好啦，就可能只能够拿来刷下睫毛吧，因为下睫毛它不需要对抗地心引力嘛，所以这支睫毛膏我个人觉得也是蛮黑人问号的啦。好，再来进入到开价的部分。那第4样让我觉得很问号的产品就是 Balina Co 的光透 CC 霜。这一条 CC 霜刚出来的时候也造成蛮大的轰动，因为在 CC 霜之前就是 BB 霜。那 BB 霜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它妆感会比较厚重，然后可能会有点灰灰，让你肤色看起来好像很暗沉，刚上妆就暗沉。那后来出现 CC 霜之后 ，CC 霜它就是一个主打，好像你没有上妆，你的气色看起来就很透亮、很白皙、很有光泽那种感觉。那
当时就觉得 CC 霜很新鲜嘛，所以我也去买来用。我刚开始用完之后啊，就觉得真的好神奇哦，这种妆效从来没有见过它跟粉底液还是 BB 霜还是粉饼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觉得哇，自己的脸看起来好白，好像一颗珍珠还是什么东西，就是这样白白亮亮的。然后就一直沉迷在那种误解里面。后来呢，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慢慢去使用更多底妆之后，我才回头过来想说，对啊，这支 CC 霜它其实怪怪的我先挤出来给你们看好了。它呢是这样子，有一点米肤色的质地，然后推开来之后呢，会变得白白的。它跟粉底液那种肤色质地是不一样，它比较像适底乳，会去校正你的肤色那种感觉。那通常亚洲人的肤色都会是偏黄，像我这样子偏黄肤色嘛。那用这个 CC 霜之后呢，它就会把你的肤色校正成像白雪公主一样的颜色哦。你看，很白对不对？很白对不对？可是你看，你们觉得这是正常肤色吗？这不是正常肤色啊。所以就是它校正肤色有点校得太过头了。总之就是会让你的肤色变得呈现在一个很诡异的状态。好，我决定把整只手抹开。可能手背的面积太小，像这样子，哇，皮肤真的变得很白皙，对不对？很白哦。可是这不是正常肤色啊，这才是正常肤色啊！就算真的很白的人，也不会是这个肤色啊。所以我后来就有点恍然大悟，想说，对，它这个校正肤色的效果怎么那么奇怪？因为其实校正肤色的方法有很多种，可是重点应该是摆在去找出你的肤色问题在哪里。像有些人是泛红，泛红的话就要用它的对比色绿色适底乳去做一个补足的动作。那如果说你有些蜡黄问题，就要用紫色去做提亮嘛。总之应该是要用对比色的概念去做适底跟校正肤色的动作，而不是整个让肤色变得很白。因为即便变得很白之后，你泛红的地方还是泛红，你蜡黄的地方还是蜡黄啊，所以整个变白是没有用的啊。而且我之前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性的时候，我都还会只擦这个适底这个 CC 霜，我就直接出门了，就觉得今天自己脸看起来白白的，好像很漂亮的样子。可是后来就觉得那是一段黑历史啦。总之，现在更认识底妆之后，才会发现这款 CC 霜它校正肤色的效果其实还蛮奇怪的。那可能有人会想说，那你就之后再叠底妆就好了。当然我也这样试过，可是重点真的不是把皮肤变白这件事情那么简单而已，而是说你应该要去针对你的肤色问题去对症下药。今天一个皮肤超级白的人，但是他脸上那边有一块很明显的泛红，那难道会因为他的皮肤白，他的泛红就看不见吗？不会啊。所以重点不是把皮肤变白，而是针对你的肤色问题去对症下药嘛。所以对这瓶 CC 霜，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黑人问号。好，刚刚 CC 霜那一趴我可能有一点太激动了。那如果说你们是那一款 CC 霜的爱用者，也请你们不要生气，不要激动，因为可能我们的需求不一样啊。那所以我觉得它没有满足到我的需求，然后会让我的肤色问题没有得到改善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还蛮疑惑的。好，那今天最后一样让我很黑人问号的产品就是 Maybelline 的超级细抗晕眼线液笔。这款眼线液笔应该是非常多人的口袋清单最爱之一，然后它最近还推出了不同的颜色。那其实我之前早期跟他们合作的影片里面也有使用到这款眼线液笔。那今天我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特别讲？那这样我不是自打嘴巴什么的？其实我当时我真的没有觉得这款眼线液笔不好用还是怎么样，它的确画出来的线条很锐利、很漂亮，然后也蛮防晕的。那为什么我还要把它抓进来放在今天的主题里面呢？因为它会让我的眼皮过敏。我每次用它画完眼线之后，我都觉得我今天眼线画得好漂亮，那个角度是对称的，粗细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为什么每次我用那支眼线液笔那一天，我就觉得眼皮特别痒？因为我自己本身会有一些湿疹的问题，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是可能又长湿疹了什么？我就没有想太多，没有想到是这支眼线液笔的问题，那就觉得，卸妆之后就没事等等。那当我有一天再拿出这支眼线液笔来用的时候，那一天我的眼皮又痒了，然后我才开始想说，对哦，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我今天到底用了什么东西？不然眼皮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又开始痒？那后来就想一想，其他东西都没有问题啊，那为什么每次用这支眼线液笔那一天眼皮就会痒？然后后来才发现说，这支眼线液笔可能它里面的一些成分还是什么东西等等不适合我的肤质，才会导致说每次用它在上妆的时候，我的眼皮就会产生不舒服的情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
不太敢用这支眼线液笔来上妆，因为其实有很多替代的眼线液笔都可以获得很抗晕的效果，或是画起来很流畅的效果，所以就不一定只能够用这支眼线液笔，不然每次用它。如果你要为了追求抗晕用它，那你就要忍受一整天眼皮不舒服的情形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蛮得不偿失的。然后今天分享了2个黑人问号产品里面，刚好一个是眼线液笔，一个是睫毛膏，这2个如果搭配在一起用的话，我那一天眼睛大概就爆掉了吧，一下子过敏眼皮痒，一下子睫毛阳痿，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的最雷组合，千万不能够用这一组来上妆。如果用这组上妆的话，我那天大概就别想出门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那5个让我觉得很黑人问号为什么那么红的产品的分享啦。那别忘了看完我的影片之后，也可以从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去点击其他人分享了哪些一样让他们很黑人问号的产品。好，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帮我片一个喜欢，那欢迎订阅我频道。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那如果喜欢这种雷品的主题的话，也可以留言分享给我，因为其实我真的蛮少分享这种主题。那如果你们喜欢看的话，未来我也会多多收集这部分的资讯，有机会再分享给你们。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